胡塞武装紧急驰援伊朗，伊朗无力回天。也门胡塞武装正式宣布参战，一天之内连续2次对以色列本土发动袭击，目标直指关键军事设施。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反应就是伊朗终于有救了。但事实可能恰好相反，胡塞武装这张牌打出来，非但难以拯救伊朗，反而会成为压垮伊朗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我们就聊聊这支拖鞋军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这场声势浩大的南北夹击究竟是给美以造成真正的威胁，还是会给伊朗埋下更大的雷？在伊朗的盟友体系里，胡塞武装都被认为是综合军事实力最强的那个。然而这一次开战，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早早入场参战，只有胡塞武装没有什么动静。就在许多人拿捏不准的时候，这张牌终于落地了。正式动手前，胡塞武装先列出了3条红线：如果红海被用来打击伊朗，或者有新的国家联盟加入美以阵营，又或者针对抵抗之虎的军事升级继续扩大，只要踩到任何一条，胡塞武装就直接下场。他们说的也直白，手指已经扣在扳机上。这话撂下不到24小时，扳机就被扣动。仅仅是3月28日这一天，他们就利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南部的重要军事目标发起2次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萨雷亚强调，这次行动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同步进行。这句话旨在传递一个信号：伊朗阵营的协同作战机制已经启动，三面夹击的态势已经摆在了桌面上。然而真正能够看懂中东棋局的人应该都能看清楚，这并非伊朗战略的体现，恰恰相反，它是伊朗在困局中被逼到墙角的无奈之举。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了解胡塞武装究竟是一支怎样的力量。在很多媒体的渲染以及胡塞武装自己的吹嘘下，这支从也门北部山区起家的拖鞋军似乎已经成长为足以撼动地区格局的军事巨人。从数字上看确实唬人。据美欧情报机构评估，胡塞武装拥有超过10万名战斗人员，其导弹部队装备了数千枚各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更值得人注意的是，胡塞武装分管作战的副司令放话，数百枚反舰导弹、弹道导弹还有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全部起风，上千架远程攻击无人机也完成了战斗准备。但这仅仅是他们宣传出来的纸面数据，和实战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的实力真的如同他们吹嘘的那样强大吗？实则不然。胡塞武装作为被伊朗输血养大的组织，有一个和伊朗一样的毛病，宣传的武器量很大，实际质量水分更大。外界听到什么远程打击以色列，覆盖上千公里，感觉像是进入了导弹强国俱乐部。但实际情况是，胡塞武装手里的主力型号本质上就是飞毛腿导弹和各种也门魔改版。比如他们频繁使用的火山系列，就是飞毛腿导弹的延伸改造型号，无论是精度还是可靠性，都停留在上世纪水平。命中靠运气，战果靠宣传。过去针对以色列的远程打击，绝大多数都被拦截，真正造成有效杀伤的案例屈指可数。再看他们所谓的巡航导弹，听起来很先进，但来源并不神秘，核心技术路线基本脱胎于伊朗苏马尔巡航导弹，而苏马尔本身又是对苏联时期 K-15巡航导弹的逆向工程产物。也就是说，这一整套技术链条本质上是冷战遗产的层层复刻。这种导弹的问题很明显，飞得远可以，但抗干扰能力弱，实际突防能力有限，在面对以色列成熟的防空体系时，成功率自然大打折扣。至于他们吹嘘的高超音速导弹，更多停留在宣传层面。截至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胡塞武装真正具备稳定可用的高超音速打击能力。所以综合来看，胡塞武装的武器体系具备非常明显的特点：数量大、型号杂、来源杂、核心技术落后。和他们吹到天上的进攻武器相比，最重要的是胡塞武装有一个致命的软肋，它几乎没有防空能力。他们手里没有先进的雷达系统，没有中远程防空导弹，面对美军的 F-35和电子战飞机，基本就是单向透明。美国中央司令部如果真的决定对也门境内的导弹发射阵地动手，胡塞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的纸老虎真的能撑起伊朗的反击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所以开战1个月了，胡塞武装迟迟未曾入场，关键原因也在这里。胡塞武装原本不想为了伊朗去送死，最重要的是保自己的命。一直以来，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关系会被外界简单理解为代理人关系，但这俩其实更偏向伙伴关系。胡塞武装加入抵抗轴心，首先是为了服务自身利益，在也门国内争取支持，增强对抗反胡塞力量的实力。他们绝对不可能为了伊朗仓促动手。也门研究机构的最新报告也揭示了一个关键信息：胡塞武装领导层内部存在两派分歧，有人想打，主张对美以目标进行报复；有人怕丢了地盘，因为害怕战事升级，也担心失去过去几年取得的领土控制成果。到现在入场纯粹是不得不入场，因为胡塞武装的日子也不好过，首当其冲就是经济。
就在美伊开打的时候，胡塞武装控制区正在面临经济崩溃，公务员好几个月没发薪水了，1800万也门人面临严重饥荒，其中大部分生活在胡塞统治区。更糟的是，胡塞在红海向船只征税的收入渠道也断了。换句话说，胡塞武装手里没钱了，对他们来说，没钱比没导弹更致命。他们必须想办法转移国内矛盾，也必须赶紧想办法捞钱。其次就是来自伊朗的催促，胡塞武装被伊朗当成王牌养了这么多年，真到了关键时刻，总不能一直当缩头乌龟。伊朗启用胡塞武装这张牌，目的很简单，就是缓解伊朗的军事压力，警告美伊不要贸然升级战事，为可能的美伊间接谈判增加筹码。说白了，胡塞武装是被伊朗推到台前的，你手里有几百枚导弹，不拿出来用，伊朗养你干嘛？所以胡塞武装这一仗打得其实很克制，因为他们在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既要展现对伊朗阵营的忠诚，又不至于激起以色列猛烈报复，真的把战火引到自己头上。问题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入城，很多事就不是他们能够说了算的，带来的影响也将远超他们的预期。胡塞武装的入城直接证明伊朗已经被逼到了墙角，动用这一张牌直接杀敌800，自损1000，看似能够分散美伊注意力，让美伊疲于应对多线作战，从而分担伊朗的压力。但是对于没有防空能力的胡塞武装来说，美伊要动手收拾一下实在太简单了，最终消耗的还是伊朗自己。因为这些代理人能蹦跶到现在，全靠伊朗输血，他们打出去的每一发导弹都是伊朗挤出来的库存。伊朗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他也不得不出这一招，因为他目前面临的困境是既不能认输，也无法取胜。认输意味着抵抗之狐体系的崩溃，意味着伊朗苦心经营的地区影响力毁于一旦，但取胜同样不可能，美伊的军事优势太过明显，伊朗连自保都吃力，何论打赢一场全面战争？在这种两难处境下，伊朗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把胡塞武装推上前线，试图用地区冲突升级来换取战事降级，赌的是美伊会因为害怕战事扩大而收手，但这个赌局的风险太大了。胡塞武装介入后，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袭击以色列本土目标和红海航运，而这两件事恰恰是美伊最不可能妥协的领域。在胡塞武装动手之前，美伊对伊朗的打击主要集中在波斯湾方向，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事实上封锁后，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还停留在那里。但胡塞武装一出手，直接给了美伊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合理借口。美国完全可以借此机会继续向中东大规模增兵。真正让人紧张的还是曼德海峡，这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咽喉要道，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大量集装箱货物都要从这里通过。更重要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当下，曼德海峡成了沙特等海湾国家向亚洲出口原油的唯一替代航道。这一招直接又让全球看到了伊朗的威胁性。胡塞武装发射导弹的消息传出后，布伦特原油开盘一度飙升超过3%，直冲每桶120美元。两条关键海峡捏在伊朗手里，等于油价捏在伊朗手里。就伊朗现在表现出来的样子，分明是要拉全球一起下水。之前如果还能忍，现在看到这种局面，谁还能忍？海湾国家是最不能忍受的，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沙特这几年一直在跟胡塞武装谈停火，2023年达成协议之后，沙特一直在给胡塞控制区发钱发工资，通过也门中央银行每隔几个月就向胡塞控制区转移数千万美元。沙特花钱买平安，换胡塞武装不闹事。原本双方相安无事，沙特通过阿拉伯沙漠输油管道将大量原油输送至红海的盐布港装船出口，算是维持住了石油命脉。据《劳氏日报》报道，盐布港的原油装船量已经占到全球超大型油轮总装载量的近1/3，日均达410万桶。如果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掐了，沙特的石油出口就彻底瘫痪了。偏偏胡塞武装这时候参战，甚至为了支持伊朗，又拿关闭海峡当作威胁，这直接戳到了沙特的肺管子。原本沙特就是在尽可能保持中立，结果发现自己再怎么保持中立，结果都是自己利益受损，那还保持什么中立？所以胡塞武装这一闹，很有可能直接把沙特逼得直接断供，甚至走上报复反击的路。届时伊朗要面对的就是海合会加美国的集体围堵，这对伊朗来说就是地缘政治的灭顶之灾。除此之外，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表面上是在打击美欧利益，实际上也在反噬伊朗自己。因为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也严重依赖通过红海、地中海进行货物专用和走私。真主党的财路很大一部分来自从伊朗经叙利亚运往黎巴嫩的武器和物资，这些物资要走地中海，但供应链的起点是红海，所以封锁曼德海峡也是自断财路。所以胡塞武装这张牌对伊朗来说简直是自掘坟墓，它拉长了战线，激怒了阿拉伯世界，给了美以更强的打击合法性，加剧了全球能源危机，让国际社会对伊朗的愤怒与日俱增。伊朗的这场豪赌终会将自己拉入深渊。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胡塞武装参战真的能帮伊朗扭转战局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